各位网络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今天我要直接讲一个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，甚至彻底颠覆你几十年认知的观点。如果你此时此刻已经年过60，或者你的家里有60岁以上的长辈，请务必认真听我讲这几句话。那些你过去深信不疑，甚至引以为傲的硬核锻炼，像是每天风雨无阻的跑健身房，一定要去跑个全马证明自己还没老，或者是追求那种大汗淋漓衣服全湿的快感，在我的医理经验来看，那根本不叫锻炼。如果不注意分寸，那可能是在折寿。听到这里，我相信荧幕前很多朋友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了，甚至想直接关掉影片，心里想，陈医师，你这老头子是不是在乱讲？现在的专家、媒体，甚至是政府的卫教资讯，不都天天宣传要多运动，要增强心肺功能吗？不动怎么行呢？难道让我们天天躺着等死吗？各位朋友，请先别急，给我几分钟的时间，听我把话讲完，你再决定要不要信。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，更讲究顺应人体生命的自然周期。我们的老祖宗在《黄帝内经》里早就把人体的秘密说透了。书里说，人到了60岁以后，身体状态叫做肝气衰，筋不能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60岁时的身体底子，你的油箱已经不再是20岁那个满油的状态了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不管你服不服老，生理机能的衰退是客观存在的。你想想看，20岁的时候你是阳气方刚，那是早晨8、9点钟的太阳，你怎么折腾，哪怕熬个通宵唱 KTV， 或者去打一整天的篮球，睡一觉隔天起来又是一条好汉。因为你的肾精是满的，你的恢复力是惊人的，你的代谢像是跑车一样快。但是当你跨过了60岁这个门槛，你的本钱，你的肾精已经消耗了大半，不再是满格的状态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管不顾，还去搞那些高强度爆发力的剧烈运动，你流出来的那个汗，在中医看来，那流的可不只是水分，那是你的心血啊。古人说汗为心之液，你汗流得那么凶，就像是汽车油箱在漏油一样，你是在耗泄你最宝贵的心气。这种做法对于很多底子本来就虚的老人家来说，不仅是无效锻炼，甚至比无效更可怕。这是负效锻炼，你花了时间，流了汗水，你以为你在养生，殊不知你是在把仅存的阳气跟肾精都往外泼。你说这岂不是白忙一场？不但白忙，你还是在倒贴，把你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那些岁月都倒贴进去了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，60岁以后真正懂惜命、懂养生的人，绝对不是那些天天在健身房举铁跑得气喘吁吁的人。真正能长寿的，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有点懒、懂得慢的人。当然我说的这个懒，不是叫你真的懒惰成性、好吃懒做，而是一种大智慧的慢生活，是一种懂得收敛和保养的懒。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，在进入我们今天的6个关键懒人习惯之前，我要先讲2个我曾经碰到的真实案例。这2个病人非常有代表性，他们的故事或许就是你的故事。一位姓林，我们叫他林先生，今年62岁，他是邻里公认的健康模范生。他有多自律呢？他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起床，不管外面是下大雨还是刮台风，一定要去跑10公里。他对自己的饮食控制的比算盘还精，卡路里算得清清楚楚，每天就是水煮鸡胸肉、生菜沙拉，绝对不碰猪油，绝对不吃甜食。他虽然62岁，体脂肪只有 8%， 脱了衣服身上全是那种看起来很结实的腱子肉，人家都夸他，哇，老林啊，你看起来就像40岁的人，真是我们的榜样。另外一位姓陈先生，今年65岁，他在大家眼里就是个标准的懒人。他从来不起早，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大概7点多甚至8点才起来。起来之后干嘛呢？提个鸟笼，或者拿把扇子去公园里晃一圈。注意哦，他是晃，那个走路的速度啊，比乌龟爬快不了多少。
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在公园的树荫下找个长椅打瞌睡。中午吃饱了，雷打不动，一定要睡个午觉。吃东西也不怎么忌口，什么卤肉饭、猪脚，照吃不误。但是他有个特点，只吃个7分饱，觉得差不多了就停筷子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讲到这里，我想请大家在心里猜猜看，这2个人谁先因为身体撑不住跑来找我求救？如果您觉得是那个懒人陈先生，那你又猜错了。第一个跑来找我挂号的，恰恰是那位健康模范生林先生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根本不是来炫耀他有多健康的。他一坐下来，我一看他那个脸色，我就直摇头。他的脸是那种青惨惨的颜色，嘴唇是惨白的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他有气无力地跟我说：“陈医师，我快不行了。我这2年虽然坚持跑步，但跑完不但不舒服，我还心悸、盗汗，晚上根本睡不着觉，整夜的失眠。最惨的是我的2个膝盖痛得跟针刺一样，上下楼梯都要扶着栏杆。我去大医院做了详细检查，报告说我严重心律不整，还说我膝关节严重退化，磨损得像80岁的老人。医生建议我要换人工关节了。”他当时非常生气，也很委屈，拍着桌子问我：“陈医师，我这么努力运动，这么自律，为什么我的身体比那些天天坐着不动的人还差？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吧！”我让他把手伸出来，帮他把脉。那个脉象一摸，又沉又细，若有若无，像是风中的残烛一样。在中医里，这叫阳虚精血两亏。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“林先生，你这不叫运动，你这是在玩命。你每天那10公里，不是在养生，你是在烧你的肾精啊。”他当时听不懂，反驳说：“流汗不是排毒吗？大家都说要多流汗排毒啊。”我当时听了真是又急又气，我说：“你都60多岁了，排什么毒？60岁的人，阳气本来就要守在里面，要封藏，就像冬天要收藏一样。你天天那样大汗淋漓的发散，把你身体保命的胃气、抵抗力全发散掉了。你流的不是汗，是你的命。你的心脏受不了你这样高强度的负荷，你的膝盖也受不了你这样机械式的磨损。你身上那些所谓的肌肉，那不叫腱子肉，那叫死肉，因为你的气血已经供养不起他们了。气到不了那个肌肉，那就是负担。”他被我这番话说得愣住了，吓坏了。结果过了2天，那个懒人陈先生也来了。他是因为换季稍微有点感冒，流点鼻水。我一看他满面红光，说话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。我帮他把脉，那个脉象缓而有力，从容不迫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胃气足。他的身体底子非常好。我只给他开了个简单的桂枝汤，让他发汗解表。结果隔天早上，我又看到他提着鸟笼去公园晃悠了，像没事人一样。各位朋友，请你们在心里对比一下，一个勤劳的模范生，把自己练到要换关节，心律不整；一个懒惰的老先生，感冒喝个几十块钱的中药，隔天就生龙活虎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60岁以后，你要会懒，你的勤劳要用对地方，你不要用勤劳来折磨你的身体。真正惜命的是这6个懒人习惯。这6个习惯越简单越长寿。这第一个懒人习惯叫做懒得用力呼吸。我们要学会归息法。有些人听到这里会笑，陈医师，呼吸谁不会啊？我活了一辈子了，还需要学呼吸？我不呼吸不就挂了吗？我告诉大家，虽然你每天都在呼吸，但你真的可能不会呼吸。大家回想一下，现在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快，压力大，每个人都焦虑得很。你观察一下自己或身边的人，10个有9个呼吸是浅的气吸进来，刚到喉咙或者胸口就停了，根本下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焦虑，你心火旺，你的气浮在上面。中医有一句话讲得好，肺主气，湿呼吸。但是还有下半句更重要，叫肾主纳气。你的呼吸太浅，如果你吸进去的气只在上焦，也就是胸口这一带打转，下不到你的丹田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肾不纳气。就像是一个手机充电线插上了，但是电
冲不进去电池里。大家去观察自然界，那些长寿的动物，比如乌龟、蛇，你仔细看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们在呼吸，它们的呼吸是非常慢、非常长、非常细的。你再去看那些寿命比较短的动物，比如小狗、小鸟，那个呼吸是又快又短，呼哧呼哧的，心跳也特别快。所以60岁以后，不要再去搞那些呼喘气、爆发性的呼吸，那个是耗气的。你要学懒人呼吸，也就是道家讲的归息法，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腹式呼吸。具体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你买任何器材，也不用去瑜伽馆，你就找个最舒服的姿势，最好是平躺在床上，或者舒服的靠在沙发上，全身放松，要多懒有多懒。把你的一只手轻轻放在你的肚脐下面，也就是丹田的位置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你闭上眼睛，想象那个气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一样，穿过你的鼻腔，经过你的喉咙，穿过你的胸口，一直沉到你的丹田，也就是肚脐下面。这时候你的肚子要像一个小气球一样慢慢鼓起来，把你的手轻轻顶起来。当你吐气的时候，肚子慢慢瘪下去。记住3个字：慢、深、长。千万不要用力，你一用力，气就僵住了，经脉就堵了。你要完全放松，懒洋洋的吸，懒洋洋的吐，这就叫腹式呼吸。在中医来讲，这就是在纳气归肾。你每做一次深度的腹式呼吸，就是在帮你的肾脏充电，就是在补充你的元气。光靠这个懒惰的呼吸，就把自己的阴阳调平衡了。你说这不比你去跑10公里流一身臭汗，然后心悸失眠要划算得多吗？第二个懒人习惯叫做懒得准时吃饭。我们要学会听肚子，这一点又要颠覆很多人的观念了。很多营养专家教科书都告诉我们要3餐定时定量，时间到了就要吃饭。我跟各位讲，那是在把人当机器养。你的身体不是机器，你的脾胃不是时钟。中医的观点，吃饭看什么？看胃气。什么叫胃气？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肚子饿。你肚子咕咕叫了，那是你的脾胃在给你打信号，发传真说，主人，我准备好了，我的阳气足了，消化液分泌了，我可以消化食物了，你可以放饭了。这个时候你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被精准的消化，变成气血，滋养你的5脏6腑。如果你根本不饿，你为了所谓的健康养生，看着时间硬吃，甚至定时定量塞一堆东西进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吃下去的不是营养，是负担，是垃圾。因为你的脾气还没准备好，它运化不动，这些东西消化不掉，就变成了痰湿、食积，堵在你的身体里，堵在你的血管里。所以我常说，60岁以后，你要懒得去看时钟吃饭，你要学会听你的肚子，真饿了再吃，不饿的时候，那一餐你喝点温水，或者吃个苹果，跳过去，天塌不下来。这叫洗你的脾胃，给你的脾胃放个假。当然，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如果你是有严重糖尿病或者需要按时服药的朋友，还是要遵医嘱。但我说的大原则是，不要在身体完全抗拒的时候强行进食，不要小看这个懒习惯。现在多少人的三高、糖尿病是吃出来的，就是因为太勤劳的吃出来的。我有个病人是一家连锁企业的大老板，60岁得了严重的糖尿病。他一进来，我看他人长得又高又瘦，但是那个脸色是萎黄的，像在那边放了很久的旧纸张一样。他跟我炫耀，陈医师，我意志力很强。我20年来每天早上6点准时吃早餐，12点准时吃午餐，晚上6点准时吃晚餐。而且我只吃生机饮食，吃糙米、五谷米，不碰白饭。我说，你就是因为太准时、太健康，你才得糖尿病。他听不懂。我说，你看看你那个脸色，面黄肌瘦，这是典型的脾虚。你的脾气早就被你累死了。你根本不饿的时候硬塞，而且你60岁了，脾胃是喜温恶寒的，你还天天吃那些粗糙的五谷米、生冷的生机饮食，你的脾胃怎么受得了？
它早就罢工了，它运化不了那些精微物质，那些糖分没法被利用，只好在你的血里面乱跑，这就叫糖尿病。我给他开的处方，第一条不是吃药，我说你回去给我懒一点，第一不饿不准吃，第二把你的生机饮食拿去喂鸡，你60岁了给我吃好消化的白米饭，吃炖的烂烂的红烧肉，第三懒得吃饱，每一餐给我吃7分饱就停。他一开始半信半疑，但他实在没招了，就照做了。他开始懒起来了，饿了才吃。3个月后，他回来复诊，他胖了5公斤，但是肚子小了，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。他去测血糖，很惊讶地跟我说：“陈医师，奇怪了，我吃了白米饭，吃了肉，我的糖化血色素降得比我以前吃健康食品还要快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我说：“废话。因为你懒得去虐待你的脾胃，你的脾胃功能恢复了，他知道怎么工作了，血糖自然就代谢掉了。这就是大道至简，你越懒得去干扰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就越聪明。第3个懒人习惯叫做懒得熬夜，我们要学会早睡，这个好像是常识，但很多人做不到。为什么你做不到？因为你不够懒。晚上10点了，你还在勤劳的干嘛？你在勤劳地滑手机，看那些让你生气的新闻，看那些国家大事，你在勤劳的追剧，跟着主角又哭又笑，情绪起伏，你在勤劳地盘算明天的股票，后天的聚会，你这不叫勤劳，你这叫消耗。中医讲子午流注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，是胆经当令的时候，凌晨1点到3点是丑时，是肝经当令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是你的胆要决断，你的肝要藏血，你的骨髓要造血的关键时刻，你该躺平了。你这个时候不睡，还瞪着眼睛看手机，你的胆火就上炎，你的肝血就无法回流。隔天起来，你肯定口苦、眼干、两肋胀痛、脾气暴躁。你烧的是什么？你烧的是你的阴血。60岁以后的人，多半是阴虚阳亢。你本来水就不够了，你还天天熬夜，把火越烧越旺，你这不是在点你的生命蜡烛两头烧吗？所以我说，你要懒，晚上9点半、10点你就得发懒，把手机丢得远远的，把电视关掉。有人说，陈医师，我睡不着啊，躺着也是煎熬，谁叫你一定要睡着了？我是叫你懒，你懒在床上，你懒得去思考，你懒得去焦虑，你懒得去用力入睡，你就躺着闭目养神。中医讲卧者血归于肝，你只要闭上眼睛躺平了，你的血就开始归于肝脏了。你光是懒在床上什么都不想，你就是在养肝养胆。你懒久了，你的心神安静了，阴阳交合了，你自然就睡过去了。我常跟我的病人说，你不要怕失眠，你越怕，你心火越旺，你越睡不着。你要懒得去管它睡不睡得着。你试试看，从今晚开始10点钟就懒给他看，你坚持懒1个月，你身体的变化会让你吓一跳，你那些高血压、肝指数都会漂亮很多。第4个懒人习惯叫做懒得流汗，我们要学会慢动，这就是我一开头讲的林先生的悲剧。60岁以后，你要惜汗如金。你以为流汗是排毒，我告诉你，中医有句话叫小汗可以解表，大汗绝对伤阳。你的汗是你的津液变的，津液跟你的血是同源的，叫血汗同源。而且汗为心之液，你流汗流过头，毛孔大开，你的心阳心气就跟着散掉。你看现在有的健身房那些教练带着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在那里拼命，音乐放得震天响，踩飞轮，做高强度间歇运动，我看了都心痛。那不是健身房，那是屠宰场。你是在加速折旧你的心脏。60岁以后，你的筋已经不灵活了，你的骨已经不强壮了，你的阳气要收敛，要守沉。这个时候的锻炼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流通气血，绝不是叫你挑战极限。所以你要懒一点。什么是懒人运动？第一，散步，你不要快走，不要那种甩着手暴走，你吃饱饭到公园里慢慢的走，你走得悠哉，走得舒服，
一边走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放空。等一下会讲到，你的气血就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它流通的最顺畅。第二，打太极拳八段锦，你去看我们中国人老祖宗传下来的功法，哪个是快的？全都是慢的，慢才能养气，快是耗气。后来我强迫那个林先生，我说马拉松你不准跑了，那个对你是毒药。你从今天开始，唯一的运动就是打太极拳。他一开始极不情愿，觉得那个软绵绵的像老人操，觉得没用。我说你给我打3个月，你再来跟我讲话。他回去懒懒的打了3个月，他回来复诊的时候判若两人。他跟我说，陈医师，我错了，我以前跑步是身动心没动，而且心很累，我现在打太极，我身在动，心是静的，我打完不是累，是舒服，全身暖洋洋的。他那个膝盖痛心悸不药而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慢下来了，他的气收回来了，他的肾精保住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流汗可以流那种微微的汗，流到额头上，背上有点湿润感就好了，千万不要流到汗流浃背，衣服全湿，那个叫漏，你的元气在漏掉。第5个懒人习惯叫做懒得思考。我们要学会发呆。你以为动脑不会老，我告诉你，中医讲湿伤脾，你想的太多，忧虑的太多，你第一个伤到的就是你的脾胃。你去看那些想太多的人，心思重的人，是不是都吃不下，睡不好，面黄肌瘦？为什么？因为脾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你过度用脑，所有的气血全部冲到你的脑袋里去，你的脾胃没血了，它怎么运化？所以60岁以后，你不要勤劳的去烦恼，你懒得去想儿子的事业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懒得去想孙子的成绩，那不是你的责任。你懒得去想股票的涨跌，那是市场的自然规律。你懒得去想昨天的恩怨，想了也没用。你要学会懒人的最高境界，发呆。你每天给自己至少15分钟什么都不做，你找个窗边或者去公园的椅子上，看着外面的树。你不要想那棵树是什么品种，你不要想那个树叶为什么黄了，你就是看，脑袋放空，让你的大脑懒下来。这个发呆在现代西医脑科学里叫大脑预设模式网络。他们发现，当你不主动思考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反而在做更重要的整合跟修复工作。这跟中医讲的养神一模一样。你思虑过度，你的神是耗的；你发呆放空，你的神是养的。你神足了，你脾就健了；你脾健了，气血就足了；你气血足了，你还生什么病？第6个懒人习惯叫做懒得应酬。我们要学会独处。人是群体动物，但也是消耗的动物。中医讲7情：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。7情本身不是病，但7情过度就是最厉害的内伤。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你问问自己，你60岁了，你的精力消耗在哪里？是不是消耗在这些无效的人际关系上？你勤劳的去参加同学会，回来比较谁混得好，谁的孩子有出息，你气个半死，这是伤肝。你勤劳的去帮子女带孙子，教养观念不同，媳妇给你脸色看，你忧郁个半死，这是伤肺。你勤劳的去听邻居抱怨他家的家务事，你听了一肚子垃圾情绪，你烦个半死，这是伤心神。你以为你在应酬，你在做人情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消耗你的正气。你懒一点，你要懒得去参加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局，你要懒得去管那些不关你事的闲事，你要懒得去回应那些消耗你的情绪。60岁以后，你的朋友圈要极简，你的社交要高质量。什么叫高质量？就是那些真正让你放松开心的人，你跟他喝杯茶，哪怕不用讲话，你都觉得舒服。你跟他说2句，你觉得元气满满。你多跟这样的人来往。那些一见面就抱怨，一开口就借钱，一坐下去就讲是非的人，你懒得理他。你要学会高质量的独处，一个人听听音乐，写书法，侍弄一下花草，或者哪怕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发发呆。这个独处不是孤单，是在养你的神。你把应酬别人
消耗在别人身上的时间跟精力省下来。省下来干嘛？养你自己的精气神。我跟你保证，你懒得应酬，一年你省下来的医药费绝对超过你送出去的红包。各位朋友，今天陈医师跟你们分享的这6个懒人习惯，听起来好像在教大家偷懒，其实这是中医最高深的智慧，叫做无为而治。身体有它自己的修复能力，只要你不去乱折腾它，不去过度消耗它，它自然会回报你健康和长寿。当然，我必须最后再啰嗦一句，我今天讲的懒是心态上的从容，是动作上的缓和，绝对不是让你整天躺在床上不动，把自己吃成个大胖子。我们讲究的是动静结合，但是这个动要是那种滋养你的动，而不是消耗你的动。我希望大家不只是自己要做到，你更要动动手指，把这个观念转发出去。你把这个影片转给你的先生，转给你的太太，转给你的兄弟姐妹，特别是转给那些还在拼命锻炼，把身体当机器操的朋友。你转发一次，你可能就救了他一把膝盖，你可能就保住了他一分的心阳。你这个动作就是功德无量。不要再做一个勤劳的病人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学会做一个有智慧的懒人。我是陈医师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要开始尝试哪一个懒人习惯，是懒得呼吸，还是懒得吃饭，或者你有你自己独特的懒人养生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越懒越长寿。